Hello， 欢迎回到吉米的频道。那今天呢，我们将带大家一起去体验的呢是尼泊尔最盛大的节庆之一，那就是撒红节。那几年前呢，其实在台湾呢曾经很流行一个叫做 Color Run 的活动。那是呢，在8000尘爆后呢，这样的活动呢基本上就在台湾消失匿迹了。那撒红节呢，其实就可以把它想象为是一般来说 Color Run 它只在一个限定的区域嘛，但是呢，它今天是在整个城市大街小巷里面。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撒红节当天的加德满都现场了。那如果说呢，你也想要来参与撒红节的话嘛呢，出发前我觉得有一些事情呢，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建议给到大家呢，那就是来参加活动的当天呢，全身呢都改穿一些是你不要的衣服，就是那种你丢掉也不会觉得可惜的。那或者是呢，可以在前几天的时候呢，先去当地的市集购买一些白色的 T 恤啊，或者是材质上面比较普通，然后呢比较便宜的一些裤子。那因为这些价格比较便宜嘛，那所以说大家在体验完后呢，如果真的丢掉了，也不会觉得可惜嘛。那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全身一定要涂满防晒跟乳液。那这些呢，可以帮助我们在结束后呢，要洗澡进行清洁的时候呢，可以比较快速的把身上这些粉末可以洗干净。那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呢，就是大家的3C 产品呢，建议只携带有支援防水防尘的，因为节庆当天呢，基本上没有人是能够置身事外的。基本上只要你一踏出门，你就可以马上感受到尼泊尔人的热情了。那彩色的粉末呢，会以各种形式呢出现，所以说基本上你的贵重物品啊，或是担心会被损坏的啊，或是会被污染的啊，绝对不要带在身上，也不要带出门。那第四件事情很重要的呢，就是呢湿纸巾、卫生纸还有水一定要备足。那接下来呢，到时候你在玩的时候，中场如果你想要退出人群，稍微休息一下的话嘛呢，还可以比较好的重新整装一下。不过，如果你想要湿巾跟卫生纸清洁得非常干干净净，那基本上可以告诉你是不可能的。那第5点呢，就是一定要尽量穿有防水功能的鞋子。那基本上呢，节庆当天呢，有很多的小朋友呢，他们会在巷弄里面洒水啊，或者甚至是丢水球。那所以说防水呢是一定必要的嘛。再加上呢，人潮非常的拥挤，所以千万不要穿凉鞋或是拖鞋或是高跟鞋，因为你很容易会被踩到。这是绝对不要穿的哦。那最后一点呢，当然就是要准备一颗快乐的心，然后跟着大家疯起来就对了。但是呢，有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身边周围的一个状况，还是要一些基础的安全意识哦。好啦，那早上的时候呢，加德满都的杜巴广场附近呢，就会开始聚集人潮咯。不过呢，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去的时候发现，一早其实基本上多数都还是中国旅客啦。不过这个时候路上呢，就已经会开始有非常多的小摊贩了，然后他们会开始贩售这些彩色的粉末。那这些粉末呢，正常来说，其实它们应该是天然的，是用矿物跟植物制成的。不过呢，随着现在的这个商业化越来越盛行嘛，所以呢，还是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工化学粉掺杂其中。因此呢，强烈建议大家呢，如果被这些粉呢涂到了嘴巴，那尽量还是先把它吐掉，少吃进去比较好一些啦。那相信大家听到这边呢，一定多少还是有些担心8000尘爆的这样的风险呢，会不会发生在撒红节当天？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大家大可以不用太担心，因为8000尘爆的时候所使用的是玉米淀粉，它是可燃的。那在这边所使用的彩色粉末呢，基本上是不可燃的。第2点呢，很大的不同呢，就是尘爆那个时候呢，它其实是用高压把这些粉末快速的释放出去。不过在这边呢，基本上呢，大家都是人手一包这个彩色粉末，用撒的或是涂抹在对方的身上，所以说在没有高压的作用下呢，其实比较不太需要担心这样的风险哦。那最后呢，就是举行的地点的不同，因为其实在加德满都的杜巴广场呢，或者说在加德满都的各个巷弄里面，它其实都是露天的，不是一个密闭的空间，所以说相对来说呢，风险会再更低。当然，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是有看到不要命的人呢，在活动现场呢还在抽烟，那基本上呢，就请大家马上远离他们，才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危险。
那大概呢，在11点前的时候呢，整个节庆呢都还算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这个时候呢，大家相互见到对方的时候，都还算是蛮彬彬有礼的。然后呢，相互带着祝福的心情啊，然后对着别人说 Happy Holy。那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只要你也回答他 Happy Holy， 那或者说你没有明确的拒绝，基本上就代表着呢，对方可以拿他的彩色粉末抹在你的身上了。但是呢，大概在11点后中午左右的时候呢，人群就会开始蜂拥进广场。这个时候呢，就像是一个典型的大型派对了。我们可以看到当地的人民呢，不分年纪，然后基本上都是一起狂欢的。当然啦，主要还是有一些年轻的小屁孩或者说年轻的小伙居多。所以说这边呢，也提醒大家一下，因为基本上每年呢，网上都有一些文章是关于女生在这边旅行，然后体验洒红节的时候呢，被冒犯的一些文章。那确实呢，其实我在这边有听到一些当地人说的一些故事，包含是其实当地的一些年轻人呢，他们比较屁一点的那些人呢，常常会趁机在洒红节的时候揩油女生这样子。所以说建议女生呢，还是不要一个人走，或者是说呢，反而不要提前刻意的去进行躲闪，不然有可能呢，反而会不小心其实被他碰到，又或者是呢，激起这些当地年轻人一些比较屁孩的心理。那当然呢，我这么说不是要帮这些屁孩开脱啦，就是只是希望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都好好保护自己，不要因为一些突发的状况而影响大家的旅游心情的。因为其实我们同行的有一个朋友呢，就疑似是因为躲闪，然后反而不小心被碰到，那因此呢，有点破坏了他当天这个旅行体验的心情。好了，那废话不多说，接下来呢，我觉得就让大家欣赏一下洒红节当天的活动现场究竟有多疯狂吧。基本上呢，整个活动会一路狂欢到夜晚降临前，所以说中途呢，建议大家如果累的话嘛呢，就可以赶快退出广场，然后找个咖啡厅或是餐厅休息一下，然后呢，等到你体力恢复了，然后你想要再重新加入战场的时候呢，再走出来。不过呢，如果大家已经从主战场离开了，就千万不要想着想要挤回去。尤其呢，其实旅客一般都是住在泰米尔区嘛，那主要战场呢，其实是在这个广场的地方，所以说常见呢就会有旅客想要再穿过这个广场，然后回到泰米尔区，但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人真的实在是太多了。其实我们当时是真的有尝试想要挤回去的，然后真心被挤到差点要跌倒，感觉那个下一秒的踩踏事件就真的要发生在自己身上了。我记得原本呢，从广场走回住宿的地方大概是15分钟的路程，那回去的路上呢，为了要避开这个人群，然后呢，大家这个狂欢挤得水泄不通，最终绕了1个多小时才回到饭店，真的非常的夸张。
我们在前面有一条要跑出来，对，那边真的好夸张。访问一下两位现在的心得好了，来，请佩蓉，请先，你现在心情怎么？惊魂未定，惊魂未定，感觉快去掉，快去了。对，我就觉得我只要一跌倒，我一定就会死在那里。那我们来问一下，可能比较被踩踏，你知道吗？对，那比较高几率会跌倒的，香宇怎么看的？我是觉得蛮好玩的。不要再开玩笑了，这位同学，你的命只有一条。他真的是残而不废哎！即使我们离开了广场区，回到泰美尔地区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基本上有人的地方呢，大家就是一起在狂欢，一起在发疯。不过呢，是真的很好玩啦。那这边呢，千万要注意，就是如果搭到巷弄里面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躲避的空间变窄了。那这边呢，反而要小心一点。除此之外呢，还要担心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个泼水哦，因为真的有太多的小朋友呢，他们基本上可能爸妈不允许他们出去玩，所以他们就会在家里的顶楼，然后呢往楼下朝着旅客啊，朝着当地的民众啊来喷水这样子。好，那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呢，在还没有被泼水前的时候，其实我时常看着呢自己被抹啊，或者说被洒上了不同颜色的这些变换，觉得其实蛮有趣，而且有莫名的蛮好看的。但是呢，基本上只要被水泼下去之后呢，所有的颜色混在一起，就会变得黑黑脏脏的，真的是非常的破坏体验啦。那所以说，另外呢，给各个网美们呢2个小建议。第一个呢，就是呢，粉末有非常多的颜色，但是呢，红色粉末真的不好看。所以说，如果前期大家遇到一些红色粉末，能躲就躲。那如果自己是在买彩色粉末的时候呢，就尽量避开红色粉末吧。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个粉末烟呢，它真的超酷，就是点燃它之后呢，然后呢，天上就会飘起那个粉末的那个烟，然后超级好看，也超级好玩。那建议大家一定要买。那因为毕竟呢，它还是需要有点火嘛，所以说建议大家还是到空旷的地方玩比较好。然后呢，可以专门录影啊来拍照，真的很不错。No, this one,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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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give it. No, no, no. 回到泰米尔区呢，真的狂欢还是依然在进行中。不过呢，这个地方稍微比较理智一点啦，所以说呢，也让我比较有时间呢，来和大家说说这个撒红节的由来。毕竟呢，我的频道还是希望呢，可以分享大家多一点具有知识性的内容。好，那故事的来源呢，其实在过去很久以前呢，有一个修行1000年的阿修罗，他的修行呢，最终感动了梵天，于是呢，梵天就显灵，然后要给予这个阿修罗祝福。那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这个阿修罗呢，他就希望获得祝福呢，是能够可以夺得长生不死的能力。不过呢，这样的要求呢是被梵天所拒绝的。于是呢，他就改成他希望自己不会被人或者是动物所杀，不会死于白天或者是黑夜，也不会死在屋内或是户外，甚至呢不会被任何的武器所伤。说到底呢，基本上呢，他的愿望呢还是跟当初一样呢，他还是希望能够长生不死。不过呢，跟妄改成了这样比较具体的结果之后呢，梵天呢就给予了这个阿修罗他的祝福。那获得祝福后的阿修罗呢，就开始逐渐膨胀起来了。他感受到自己的力量无边，也再也不把神放在眼里了。开始呢，要求人民禁止膜拜神，而要膜拜他。然而呢，他的儿子呢，却刚好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毗湿奴信徒。那这就让他对自己的儿子呢，非常的不满。他甚至呢，把他自己的亲儿子丢到了毒蛇的洞窟里。只见得呢，他的亲儿子呢，不断的默念毗湿奴的名字，毒蛇呢反倒没有伤害阿修罗的儿子，而是围着他跳起舞来了。那这个呢，就使得阿修罗更加的愤怒了。于是呢，他找来了自己的妹妹赫利卡。赫利卡呢，她拥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斗篷，那就是可以防止自己被火焰所烧伤。于是呢，阿修罗就命令自己的妹妹赫利卡呢，把他的儿子呢强行带入火堆里面。不
过突然间呢，一阵大风刮起，反而呢把这个斗篷从赫利卡的身上刮了下来，吹拂到了阿修罗的儿子身上，于是呢保护了他的儿子免受于火的烧伤。但是赫利卡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最终呢反而被火焰所吞噬。那更加愤怒的阿修罗呢，就质问了自己的儿子：好，你口口声声中的那个神呢，究竟在哪里？这个时候呢，突然间一道声音划破了天界，他说：我无处不在，但是呢也无处可见。那这就使得魔王更加生气了，他一个出拳，然后重锤在了柱子上，柱子呢就突然间裂开了。从柱子裂开中呢，出现了一个半人半尸、目露金光，然后呢利爪闪烁的一个神器。那它叫做纳罗辛哈，它呢其实也就是毗湿奴的化身。这个纳罗辛哈呢，他并非人，也并非兽，因为他是个半人半尸的形象嘛。他现身呢在黄昏，因此呢也并非白天或是黑夜。那于是呢，他就把这个魔王阿修罗呢拖拽到门槛，那就来达成另外一个条件，那就是呢不是在室内，也不是在户外，他刚好在这其中。最终呢，这个半人半尸呢就用他自己的利爪呢撕开了这个阿修罗的胸口。那当然他用的是利爪嘛，是用的自己的手，所以说也不是使用武器。所以这下子呢，毗湿奴就完全破解了这个祝福，然后最终击倒了魔王。那为了要纪念这场正义的胜利呢，人们就燃起了火堆，歌唱跳舞，然后呢，孩子们呢就疯狂嬉戏嘛，然后互相泼洒这个色彩的粉末。这些五彩缤纷的颜色呢，其实也就象征了烈火、神光、花朵跟新生的这种缤纷的颜色。那这个呢，也就成为了现在撒红节非常鲜明的一个象征了。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集的时候呢，我们曾经想要去看撒红节前一天会升起的那个篝火，其实呢就跟故事里面呢这个魔王的妹妹呢意图用火来烧死主角，但最终被火所反噬的这个故事呢相互回应。好啦，那说到这边呢，其实就跟大家介绍好了撒红节的故事。那随着故事讲到这边呢，其实大家也看完了撒红节的一天。那最后呢，我觉得就来说一下我个人的心得吧。那撒红节呢，真的是我人生中参与过最大最好玩的大型节庆了。那我也能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呢，从世界各地然后飞来尼泊尔参加，甚至呢还遇到一个台湾的朋友，然后呢他已经摔断腿了，他还是拄着拐杖来到这个地方来参与撒红节。这样的大型庆典呢是真的很好玩，但是相应的防护措施、安全措施一定要准备足哦。中间呢有一度因为我想要挤回广场的外围，然后呢直接穿越回到泰米尔地区嘛，但是呢就差点被挤到快要跌倒，然后超级担心下一秒呢那个踩踏就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了。不过整体上来说呢，这个体验还是非常的棒的。那撒红节呢，其实是印度教的主要节庆啊，所以说呢，以印度教为主的地方呢，其实都是会盛大举行的。不过呢，同样以印度教为主体的巴厘岛呢，因为它发展出了自己的一个特色，所以有一些印度教的变形，因此呢就没有举办撒红节了。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要体验比较道地的撒红节，其实基本上呢还是只有尼泊尔跟印度有而已。不过相对于印度的这个哈扣，我个人还是蛮建议大家来尼泊尔体验就好，毕竟在卫生跟安全性上呢，都还是好上不少的。好啦，那我在加德满都的旅程呢，基本上到这边呢就结束了。那下一集呢，我将带大家呢去是尼泊尔另外一个非常神秘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那就是兰比尼。兰比尼这个名字呢，或许大家没有听说过，但是呢，它却是在这个世界宗教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哦。因为呢，它是释迦牟尼佛的出生地，也是现在佛教最重要的圣地，没有之一。如果呢，你也想要去了解这个神秘的地方，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下一集的影片啦。那如果说你也不想要错过接下来未来很精彩的旅游冒险影片呢，就赶紧订阅我的频道吧。然后还有 IG 可以追踪哦。那更多的知识影片呢，就在吉米的频道。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吧，拜拜。Got no time to check my phone. An unfamiliar language, but I'm feeling at home.The life that I was made for, a world I'm glad